教授，你是不是早就记住我的名字了，只是不肯告诉我？是不是因为讨厌我，或者是因为就算我赢了，你也不愿意承认，对不对？输赢倒在其次，我更关心的是你的目的。说吧，你来找我有什么居心？您是要听简单的还是复杂的？随便。复杂的呢，就是我对你一见钟情，想要待在你身边，近距离的观察你。那简单的呢？简单的就是因为现在的种种原因，我很需要你。你都这么没心没肺跟别人表白的吗？我看你还是说实话吧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算了，反正你都要被开除了，实话与否已经无所谓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我考核通过了就可以继续待在你身边吗？就当我反悔。我从来不跟居心叵测的人做交易。我哪里居心叵测了？先是公园遇到你，然后你又出现在了教室，还成了我的助教写的全系职员的脑，又害我被泼了一身，还需要观察我，不算居心叵测吗？洗脑是被你逼的，泼水又不是我故意的。再说了，公园里是金毛主动的，又不是我主动的，我怎么知道呀？一天天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爷爷。啊，爷爷，爷爷好。爷爷，请喝水。他叫我爷爷。不是跟您说不要来学校找我吗？哎，你在学校都搞师生恋了，我还能不来啊？爷爷，不是师生恋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姑娘，哎，爷爷都明白啊，但是学生还是要以学业为主，不能让社会人给耽误了前程，知道吧？嗯，爷爷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这是我的身份证，论年纪已经是正经社会人了。爷爷，请过目。呀，24了，那是应该毕业了。诶，还是金牛座，跟我们家小新还挺般配。他是那个摩羯。啊，对，摩羯。哎，来，我给你们合个星盘看看，测测姻缘。爷爷，您今天到底来干什么的呀？我给你安排了个相亲的局。我不去。你要是有女朋友了，我可以同意你不去。那您就当我有女朋友了吧？谁呀？是她？她是你女朋友？那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对呀，我叫什么名字呀，哈尼？你总不会不知道自己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吧？快说啊！新年，休戚相关的戚，岁岁年年的年。天哪，你公人叫我名字！爷爷，就像您看到了这样，虽然她看上去不太靠谱，但确实是我女朋友。爷爷，你放心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她让给别人的，我会对季老师负责到底的。负责到底，哎呦，好有魄力的小姑娘啊！好，相亲的事儿，暂时就不提了。啊，你们俩只要谈1天对象，爷爷我就消停1天。什么时候你们要不谈了，爷爷我再来搞事啊！加油！身为女朋友，你平时跟李月会做什么呀？很普通啊，就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、开车。不是，你俩都没有驾照呢，怎么去兜风呀？坐公交车呀。我听说下午5点20乘坐520号公交车就可以100%的告白成功。不是，
你俩都谈了这么久了，现在才告白啊？你问这么多干嘛呀？反正我们玩的项目不太适合你们这种初学者。这种事儿哪有分什么初学者和老司机啊？关键要看你男朋友是什么类型。类型？哎呀，比如说大类呢，就分猫系和犬系两种，细分领域有傲娇型、腹黑型、霸道型、温柔型。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攻略方法和道具。哦，不是，这些你们都谈过呀？当然了，他们都在我的电脑里。你能说点现实的吗？说到现实，我最有经验了。其实男生对女朋友就那么几点要求：一，喂饱她；二，别查她微信；三，别干扰她打游戏。当然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。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跟她。季总。喂，李月，跟他什么？车库的设计，重做。啊，是。话说一半。哎，我也不清楚。不管了，实际操作。这什么？跟踪狂日记还是花式声乐大全啊？有那么夸张吗？你自己看，季言信在你的画面里不是后脑勺就是大侧脸，你成天生活在他的视角余光里，你不憋屈吗？不发糖，你让读者怎么代入？更别说星座赛那群挑剔的评委了。他周围1米都是高寒区，我没被冻死就好了，怎么发糖啊？甜头是要自己找的呀。你现在不是他女朋友吗？拿到了女主剧本，你就好好利用啊。那女主剧本的主线任务是什么呀？和男主谈恋爱啊。除了谈恋爱的，难道就没有其他副本吗？感情你是把季言信当 BOSS 打了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我不管，你给我从最基本的学起。明天下午少女漫童话会活动，你给我去参加。这种活动经常参加。你参加的都是什么推理、科幻、军事论坛，这样能学到少女心就有鬼了。我会安排几个大大给你做采访，你给我去好好学学什么叫少女漫女主的自觉。为什么喜欢少女漫画？因为还是少女啊。是吗？女人无论到了多大年纪，只要还有少女心，就永远是青春期。说得好，不愧是我们少女漫的大大，一句话就说到了重点。20年的漫龄可不是盖的。20年，也就是说，人生2/3都花在少女漫上了。接下来，就是赶紧升个同号了。来来，拍照素材够不够？这边全是画风美型。赶快培养起来，咱们也好扩列一下漫友群。你喜欢巴头神还是 Q 版？那个，其实我是想问，少女漫的主题应该只有爱情吧？为什么可以吸引你们到这种地步啊？这个嘛，因为人生需要梦想啊。即使在现实里没有遇到，但至少在另一个空间，这样的爱情存在着，不也是很好吗？不过啊，你这话可千万别被 K 酱听到。对对对，那家伙听到肯定会当场爆炸。他可是把少女漫当成人生指南的。K 酱，就是和你们一起的同人画手，他有名吗？何止有名，论产量的速度和质量，他在同人圈都是独一份，是名副其实的太太。太太就是比大大厉害了一点。说到少女漫，没有那家伙不知道的。他就是太低调了，但凡在公开场合露个面啊，早就出圈了。唉，明明刷脸就能办成的事，偏偏要去靠实力，真是自讨苦吃。那位太太今天来了吗？喏，她不是已经在你身后了吗？
您的甜品已经准备好了，请问什么时候用餐 ？K 酱，台词说得很溜哦。K 酱，太太，你找我啊？怎么能直呼你呢？人家可是客人。哦，主人，请问有何吩咐？啊，这是他的工作啦，在这里消费期间，他就是我们的管家，你只管吩咐他就好了。真的？我先来。管家大人，你喜欢山还是喜欢海？海。喜欢猫还是喜欢狗？狗。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妈妈。哎。日常调戏成功，这种当都会上，果然是我们 K 酱。哎呦，不行了！你们，我旷工不干了。哎，正式介绍一下 ，K 酱，我们同人社的主画手。关于少女漫有什么不懂的，都可以问他哦。K 酱，你真的是男孩子吗？不然呢？我们 K 酱这么可爱，当然是男孩子喽。那你为什么会画少女漫？什么意思啊？男孩子就不能喜欢少女漫了吗？我告你是没歧视啊！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说实话，其实我也在画少女漫，但我有一点不懂的是，少女漫画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你既然不明白，为什么还要勉强自己喜欢啊？喂 ，K 酱，你说话太直接了。因为我必须要画漫画。哦，为了钱，为了谋生是吧？那你还真是选择了一份糟糕的职业。K 酱，过分了哦。本来就是啊，赚钱的方式千万，为什么非要跟少女漫画过不去啊？人家就不能是真的喜欢吗？喜欢就不会问人理由了，这又不是可以感同身受的事情。你听好了，我从小学开始就很喜欢少女漫了，不管家里多么反对，甚至离家出走，我也没有放弃过成为一个漫画家。但是你也看到了，即使我这么努力，我还摸不到这个职业的边。可你已经在这个行业里了，你为什么不能放开手去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呢？你有被少女漫画感动过吗？如果没有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因为一个没有少女心的作者，对读者来说就是一个灾难。没有天赋就别勉强了。K 酱，你说的对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了。哎，我是不是有点说的太过了？你还知道啊？你最好祈祷那个女孩够坚强。如果她因此退圈，你就罪过了。我一提起漫画就上头，那个，你们有没有这个女孩联系方式啊？你这个卫生间比卧室还大，是要当澡堂吗？这个楼梯的角度是要上天？以为标新立异就能吸引眼球？天赋是零，努力为负，这样还想创新？回去重做。看什么看？赶紧来收拾。你有被少女漫画感动过吗？如果没有，劝你还是放弃吧。因为一个没有少女心的作者，对读者来说就是一个灾难。没有天赋就别勉强。天赋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说什么呢？没有天赋的努力就真的没有意义吗？这世界上只为天才准备礼物吗？正是因为没有天赋，才更要努力。可是你刚刚不都说了，
那是因为他们跳过基础步骤，妄想一步登天。这世上或许会有天才，但笑到最后一定是努力的人。很多人的创新都是从模仿开始的，没有天赋，学就好了。还好剩最后一个。好巧啊！巧啊，能不能让给我？这是臭豆腐口味的，你要是想要泡面，这一整篮都是你的。我喜欢臭豆腐口味的。怪味区已经无人问津很久了，这附近除了我，没人碰过这一篮。我是最近才搬到这附近的，怪味区出的每一款我都吃过，今天我就要吃这一碗。哎，巧了，今天我也想吃这一碗。你放手！你放手！放手！你先松手！你就不能当做是偶尔的一次高抬贵手，把这碗让给我吗？那天采访你对我高抬贵手了吗？哎！你走之后，我被小虫他们教训了。哦，是吗？虽然有点晚，我想跟你道歉。不用了，你这道歉也比泡面贵不了多少，就这么抵了吧。喂，再见，不对，是再也不见。彼此彼此。哎，我回家走这条路。别告诉我，我回家也走这条路。我往这边走啊。我也往这边走的。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啊？废话，这是我家。这是我家。哎，你一个大男的，房间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玩偶？这袜子不是男士的吗？我买来了，我觉得不错，然后商家没换，所以我就留下来穿了。我喜欢玩偶怎么了？男生就不能喜欢玩偶吗？我还以为我的室友会是一个贤惠的萌妹子，我还以为我的室友会是一个干练的 IT 男。我煮面去。哎呀呀！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的话，我也可以搬出去，不过可能得等到下个月我发工资，因为房租定金交过以后，我也没剩什么钱了，可能吃饭的钱也不够了。我就说你怎么要买泡面，原来咱俩是同病相怜啊！过了这个月，我下个月的生活费也没有着落了。喜欢煮面还是拌面？煮面。喜欢全料还是一半？当然全放进去了。哎，这个话怎么这么熟啊？管家大人，你喜欢山还是喜欢海？海。喜欢猫还是喜欢狗？狗。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妈妈。哎。啊，想起来了。不过要破这个梗，怎么破都是会被透露的。是吗？但是我找到破这个梗的方法了。怎么破？你再问一次。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我喜欢你。你看答不上来了吧？完美破解。